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0月16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0月13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58.90，收盘价是251.12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59.60，最低价是在250.22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9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跌破了20日均线值。当日的成交量是 1.023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.91 倍量缩。KD 值快线下穿了慢线，并且开口增大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开始下行的走势。MACD 快线是即将下穿慢线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一个微小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短期多头趋势即将被瓦解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0月13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实体长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它所处的位置是在股价回档的行进中，收盘价跌破了20日均线值，说明股价将会有更深度的回档。那收盘价也即将要跌破前低，也就是10月6日这根 K 线的最低，那说明目前股价的这个短期多头趋势也即将被瓦解。好，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0月1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回档，我们给出了2个点位，一个是会收盘在256，但如果股价能够到达251，收盘价将会在253。这是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。第二个可能是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横盘，收盘价会在259.50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实际在10月13日收盘价是在251.12，出现了大幅的一个下跌或者一个大幅的回档。那这与我们预测的回档的点位相差较多，但是性质是相同的，也就是收盘价都是跌破了20日均线值，并且在前低，也就是250.65的上方。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，就是这样的一个短期的多头趋势，也就是自9月27日以来的短期多头趋势即将被瓦解，并且股价将会出现深度的回档。那么我们先来看后续股价的下行。对于10月16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如果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，我们依然保留这根水平线，也就是10月6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我们取整数是在251，这是股价下行的，依然是它的第一个目标，因为目前股价的收盘价并没有跌破这个位置。好，那这个位置如果被跌破，我们说这个短期的多头趋势将会被瓦解，那么股价将会继续下行，继续下行的目标就是234，是9月27日这根 K 线最低。那在之前我们再给出一个中间目标，就是242。那因此呢，目前股价下行的3个目标分别是251、242和234这个位置。如果234被跌破，那么我们会看到股价将会继续自9月15日以来的空头趋势，那么下方的这条趋势线将会成为一个支撑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。那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。股价上行的目标，第一个目标依然是
10月10日这根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在我们取整数是在269附近。但是在到达这个目标之前啊，现在我们要给一个中间目标，就是这根实体长红 K 线的最高是在260附近。我们也取整数关口，整数我们加一条水平线。好，那这样一来，上方的这个269这根水平线将会成为第二个目标。好，我们变一下颜色。我们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设一个中间的目标。那设立这个260这个中间的目标的原因，这是一根实体长红 K 线，那也就是这根实体长红 K 线的最高啊，它是强压力。那股价反弹只有能够突破这个强压力，才有可能继续上行。所以说在我们从趋势上看，第一个目标是269，但是呢，我们先设定把这个强压力设定为一个第一个支撑，因为这个位置如果不突破的话，上方是股价是到达不了到达不了269这个目标的，也就是不能恢复这个多头趋势。对，所以我们设定第一个目标是260。那同时，其实目前这个 K 线的这样一个连三红啊，又出现了一个叫连三红的 K 线组合架构，这是一个下跌的动能。那这样一个架构又把这个我们说10月11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是在268.60，屏幕的左上方是对268.60，那这个位置又成为了一个强压力，也就是目前的两个强压力，一个是这个实体长红 K 线的最高，和这个连三红 K 线组合的最高，是目前股价向上反弹的两个强压力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这两个位置的一个描述。那我们来再说一下，第一个目标就是260，突破它才有继续反弹的可能。然后上方第二个目标是269，如果能够重新站上它，将会恢复自9月27日以来的多头趋势。那第三个目标就是279，是这个水平线。那同样，如果在到达它之前，这个趋势线将会成为压力。那么突破279，实际上就是要恢复自8月18日以来的多头趋势。那继续向上一定是299.29。所以我们先说三个目标：上行260、269和279，这是三个目标。其中前两个目标是强压力，同时这条趋势线和之后 K 线的交点也是强压力。所以我们这样一看来啊，股价在反弹的过程当中，上方的压力是非常重的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股价后续下行和上行的分析说明。那在10月16日，我们给出观察位，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前一日 K 线的最低是在256这个位置。那么股价如果在它的上方运行容易收高，但是一旦在它的下方运行呢，会收低。那到10月16日，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在247.60这个位置，我们下移这条水平线247.60。好，那这个位置我们会看到就是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最低。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位置？因为有这样一个连三红的下跌的一个 K 线组合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下跌的动能。那股价又跌破了20日均线值，都预示着股价会继续回档。
或者叫下跌。那在下行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要关注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股价收盘价如果不跌破它，或者是这个位置如果能够成为一个支撑的话，那么股价是很容易出现反弹的，否则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。所以在盘中10月16日，如果开盘之后股价是一路下行，那如果是尾盘在247.6下方运行，我们认为很有可能在这个地方继续收一根实体长红 K 线。对，当然，如果在它的上方运行，我们会认为股价会出现平盘，甚至有可能出现一个小的反弹。好，这是我们对日 K 线图的一个分析说明。然后由于是新的一个交易周的开始，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。周 K 线图，我们先来看目前的这个 K 线线型，在10月9日当周生成的这根 K 线是含有长长上影线的小红 K 线，或者我们把它称为叫做锤子线。对，那么股价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出现这样一根锤子线，上影线很长，说明上方是有很大的压力的。同时我们会看到相较于前一个交易周，股价是跌破了收盘价，跌破了5均值，并且也跌破了20均值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上方是遇到了压力，而很有可能会继续回档。唯一利好的消息就是当周的成交量呈现的是量缩，那这样一来说明卖盘并不积极，虽然上影线很长，这是出现的获利出场，但是卖盘呢从成交量上看并没有放量，所以呢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呢股价是有反弹的可能的。对，所以这是我们对这根K 线的解读。那我们再调出辅助线，我们在前一个对周 K 线图视频的说明当中，说在10月9日当周收盘有可能会在268附近上方。对，我们看到股价只是到达了这个地方，但是收盘并没有到达这地方。那下方呢，我们认为如果收低会收在238附近，中间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在253，是在前一根 K 线这个实体长绿 K 线的中线。对，好，那么这是我们对之前的给出的信息的说明。那到了10月16日当周，对于周 K 线图来说，上方我们认为股价会收在255附近，我们调整水平线到255。好，然后呢，下方我们认为股价有可能会收在245附近，我们指的是收盘价。好，那么在当周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是在250。我们调整一下这个观察线，250实际上我们关注的是前一周，也就10月9日当周的这根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股价如果在周中能够维持在250上方运行，那么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反弹。对，但是如果股价一直是在250下方运行呢，那么我们认为会当周的股价会收低。对，好，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的一个简短的分析说明。好，我们再来回到日 K 线图。
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之前，也就是现在我们有一个25%的多头仓位，分别是在9月29日，10月4日，还有10月10日，5%建仓，10%加仓，10%加仓。那这个仓位的成本位是在260附近。对，那如果这个仓位在之前没有获利出场或者没有平仓出场的话呢，到10月13日，我们在前一期视频给的是10月13日我们要守20日均线值，是守256。那目前股价的收盘价是跌破了20日均线值，那这个仓位应该是即刻止损出场。好，那如果说想要承受更大的风险呢，也可以，守这根绿 K 的最低，也就是247.60。对，好，但是我们的在技术上的建议是，股价跌破了20日均线值，应该是即刻出场。好，那么这个操作描述到今天也就是完结。好，那么在10月13日收盘价这个位置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或做多的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多头的描述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空头目前这样一个下行的走势，是非常明显的，所以在10月16日开盘之后，一定会有空头的进入，尤其股价如果出现了反弹，那在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我们测算是在254附近，会更有大量的空头进入，因为这是空头要守的位置。对，所以说呢，从这根实体长红 K 线的中线一直到上方的269，这都是空头进场和加仓的位置。对，那么他们的目标就是242和234，他们要守的几个位置我们来说一下，一个是260，一个是269，再有就是272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0月16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在254附近。第二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和5日均线值，它们在256到257之间。第三个压力位是这根实体长红 K 线的最高是259.6，第四个压力位是269。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247.6，就是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最低。第二个支撑是242.6，是这根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股价下行的第二个目标。第三个支撑是234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10月1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虽然目前所有指标都是指向股价会下行，但是我们在经过均线的一些推算的时候呢，我们认为股价在10月16日极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反弹或者是平盘。对，所以第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平盘或者是反弹，我们会给出2个点位。那如果是这样，股价将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，或者是一个小幅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到达247，然后上方最高会到达254，收盘会收在252附近。
对，它的条件是股价在盘中是不可以低于247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叫做横盘平盘。对，但是同样的走势呢，如果股价在开盘的时候，我们刚刚说了，或者是小幅的高开盘，如果最低没有到达247，最低是到达251这个位置，对，那么上方最高会到达257，收盘就会收在255附近。那它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50.5的，对，所以同样的走势呢，我们会给出2个点位，我们会在视讯下方的文字说明当中把它写清楚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可能。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，也就是继续下跌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51，在这个位置，下方最低会回踩到，或者是会到达243，收盘会收在244附近。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51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大幅的下行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0月16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